好，我们用这个淡淡的、稍微的，用重一点的墨吧，重一点的墨，画这个松针，它像一个车轮形，就是一个圆形，类似于一个圆形。那么中间有一个点，是吧？朝这个由外向内，是吧？沿着这个中心点呢，去放射画一圈儿，是吧？画一圈儿，然后呢，形成了这么一个车轮形的松针，对吧？就像你那个骑个自行车，对不对？自行车的那个轱辘一样啊，类似于这样子的。来推进点，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画的吧？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好，一般是由外边实，内部啊虚一点，就是外边粗一点，内部呢细一点。就是你可能不是每个角度的线条画的都特别趁手，这个是什么？你需要一个练习的过程。这个说了啊，一说，这个就这么简单，对吧？那动手动起来那就不一样了。绘画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它也是个技术活，它需要你通过一定的技术或者说时间的锤炼，才能更好的去表现。我们画松针，除了这种松针以外，还有我们说的这种扇形的，对不对？还有呢，这种马尾松，就像我们所说的像马的尾巴一样，对吧？这种啊，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这种实际的这种松针呢很多，我就简单的画一画啊，不太多的时间来说，是吧？还有呢，比如说这种我们说类似于像蝴蝶结之类的那种松针呢都有，是吧？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奇葩的，或者说我们说的像锯齿状的那种啊都有。我们呢在这儿呢只是简单的罗列一下，在画的时候怎么画到这个入笔重收笔轻呢？入笔的时候是吧重一点，或者说压笔稍微压下去一点，轻轻的抬笔，这就是一个提按的过程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粗细的变化。我们经常讲中国画用笔讲究提按转折，甚至于说提按顿挫，是吧？顿挫一般就是指我们在行笔转折的地方，是吧？要停顿，要顿顿，是吧？错一下笔锋，把这个，因为我们一般讲中锋用笔嘛，让毛笔的笔尖为整个笔触中心线上去行笔，对不对？这样线条更饱满、更沉稳、更浑厚。那么在转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错开一点点位置，是吧？或者甚至于顿挫、停顿嘛，顿一顿，这个转折地方往往会粗一点，是吧？把笔锋，因为要调整方向，因为这个只要转折了，它笔锋肯定必然要调整方向，是不是？我们要把笔锋依然保持在中心线上来勾勒这根线条，是不是？所以理解了什么叫顿挫了吧？转折，就是我们在转折的地方需要稍微的调整一下笔锋，是保持中锋的去行笔，这就叫提按转折。粗细的变化，也就是跟你的提按有关。拾起是吧？虚收，由外向内。当然你比如说像右侧由外向内画，你不太趁手，尤其是右下，是吧？往左上去画不趁手，我其实也不太趁手，因为我们都是右撇子，有些角度你必然会不趁手，那你都要什么？要练一练的，对吧？好，单个是这样去画，然后呢，我们要适当的去交叠啊，需要适当的去交叠，理解啦？好，在画的时候，每一根线呢，它要比较粗细，比较这个均匀，比较一致嘛。然后呢，要适当的有一定的叠加啊，适当有一定的叠加。理解了，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理解了，来敲个数字1。竹叶，好，竹叶这个必须得给大家说说，因为我在画的时候，我自己在画的时候呢，没有过多的没给大家介绍，对吧？在这块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下面它是有一些竹叶的，这个跟我们画的那个芥子点，你说像不像吗？是不是我们经常画一种点法？刚刚在前面给大家讲到，是吧？这种芥子点，是吧？双钩的嘛，双钩这种轮廓，是吧？聚焦到一个点，然后向周边放射。那现在画这个竹叶像不像？来，我们给大家画一组这个竹叶的感觉。好，把这个图放大一点。它只不过在画的时候，线条拉得更长，是吧？我稍微就挡住一点点哈，线条拉得更长，是不是？这是一片竹叶嘛，
然后在它的边角，比如说后方，我们呢再短一点点，再短一点，在它的这个下方，是吧？我们再给它叠加一片。竹叶它本来就偏扁长的，它不一定说右侧一定要两头都尖儿，对吧？它可以是画的是这个笔触左边尖锐利一些，右侧它是可以偏后宽一点点。好，然后在它的这个右下角，对不对？我们再来一笔，画的这个线条它是没有那么多的曲线，它直线呢感觉更多一些。啊，好，比如说这是一个类似于像一个戒指点，对吧？那我们在画主页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啊，我就画个，一定要画个3笔或者画个4笔、5笔都可以，是吧？好，这是比如像左侧去画。那有的叶片我们在画的时候，它有的长一点，是吧？有的呢，我们可以短一点，是不是可以短一点？好，甚至有的画的像那个燕子的那个尾巴一样，是吧？好，这个竹叶大概清楚了吧？只不过它组合的这种姿态啊，可能会有一些角度的不同，或者说方向有一些不一样，其他的我觉得都是一致的。你比如说这一侧下方这种小竹叶，是吧？它添加一点，它显得这个画啊更加的精致。所以这个画家呢非常的讲究，他很讲究，所以呢他在画的这些小细节的时候啊，加的是比较多的。然后比如说加到这儿，它的这个竹竿什么之类的，它都没怎么去叠加，就是加了一些叶片。好，这个时候你看起来它是不是就足够丰富了？但是每根线，你别看只是画了一个形态，每根线它都有粗细的变化，而且非常的流畅，对吧？像枫叶，对吧？好，你组合什么样的形态，它就像什么，其实都是一种符号化的一种概括，一种象征，是吧？符号化的概括，一种象征。好，这个点理解了，哎，敲个数字5，然后我再给大家说咱们的这个叫类似于像梧桐也好，是吧？像咱们的这个枫树的叶片也好，平板可以放大。也可以投屏，也可以投屏到电脑或者家里的电视上。然后我们再来说上面，这是第一种叶片，对不对？第二种叶片，这种叶片呢，画的时候它非常的繁复，对吧？也很少见，也可以理解大家心情，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上节课给大家说到，平常画点景的鸟啊之类的，是不是你要画这么一个大概这么一个造型，是不是？好，画完之后，只不过我们实际在画这个叶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弧度更加的大一点点，更大一点。好，边角一个角，下方再来一个 V 字形，是不是就能把这个叶片画出来了吧？是不是就画出来了？画这个叶片的时候可以方着一点点。好，理解了。好，有的时候我们就画了2片，2个这个弧度。它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们在画这个叶片的时候这种方式，并不需要你每个地方是吧都画成这个3个角感觉。这个画起来轻松不轻松，简单不简单？说完是不是就基本上理解了吧？对吧？有甚至于它有些叶片它画的概括了，它就这么一笔过来。它同样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中国画所有的笔触，我们说要讲究一种书画的用笔，怎么去讲究书画用笔？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通过起笔，记住这4个点哦，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的小伙伴，你都可以记住我所说的这4个点。所有的笔触通过起笔，是吧？就是我们入笔的时候，行笔，是吧？入行转折，对不对？第3个点就在转折收，是不是这4个点？你就通过起行转折收笔这4个点去理解它的用笔，它的粗细，去模仿它，
你都可以去理解到它大概是怎么去勾勒和去表现的嘛。理解了。好，但是用笔你看都是它要有那种我们说体验的感觉，粗细的这种味道，还有流畅的这种力度，对不对？做到这一点，这些东西做到和谐，你做是做了是吧？你能不能做到和谐到位那就是你要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好，这个如果也理解了是吧？也理解了，来敲个666，鼓励一下自己。是吧？首选目前没有推荐，因为我用的这个首选我不太满意。其实这个得亏是不需要没有染太多，要是染色太多的话，可能就不好搞了。这个纸呢不是太好，就不推荐给大家。好，下面细密的点我就不用说了，你自己去点就可以了，好吧？好，我们画人物了啊。来，我们开始来画这个点景的人物了哈，就在大概这一处的位置上。喝口水啊。这叫什么点页？这种你把它理解成梧桐叶，是吧？都可以，是吧？这种叶片你取名字，就在中国画里边，它其实取的名字都是象棋形的原则去给它取名儿啊，没有说你必须得叫什么名儿或者怎么着，你怎么叫都可以，对不对？好，我们来开始画这个人物了哈。画这个点景的人物呢，它大概是在这个斜坡的，是吧？这个斜坡的左侧的位置，反正就在这一处嘛，这个位置上。记住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不要画太大哈，不要画太大了。我也控制着点来，我们也就大概画3到4个手指这么一个高度就行。画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呢先确定什么？他的脑袋。先确定他的脑袋，这个人的帽子，你们觉得大概是通过这个帽子，大家能够感受到他是哪个时期的人物吗？好，这是他的脑袋瓜子，他有个帽，帽子的那个后方那个东东，前方呢会凸显出来一点点。会凸显出来一点。好，把这个脑袋瓜子是吧？这个衔接起来的，然后它的边角，是吧？我们刚说了，它有一个帽子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好，把脑袋瓜子裹起来的。好，在它这个右侧的边缘，耳鬓的位置呢，稍微来点头发，然后有一个耳朵，对不对？耳朵可以先不画完整。明朝嘛，明朝是向下耷拉着的，这很明显画的是唐朝的嘛，是不是？来推进点，好，画面部了啊。各位小伙伴，画面部的时候墨色可以淡一点。一般情况下哈，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画这个稍微细致一点人物的时候，比如说有五官的时候，是吧？我们面部它的这个勾线，它要更淡，对不对？好，这是我们比如说面部这根线勾勒出来，然后下巴这儿可以微微的带一点，能够衔接到，至少它是画的一个椭圆形嘛，大概是一个椭圆形。然后在这个帽檐下方一点点，我们加点眉毛，倒过来的八字眉，倒过来的八字眉，然后这个鼻子要画到哪儿？这个鼻子要画到眉毛到下巴一半的位置，它朝着这个脸是朝着左侧的，所以呢，挨着左边的这个面部的边缘呢要窄一些，要窄一些啊，一定要画的淡啊，要画的淡。然后呢，左边的眼睛是吧？我们给它点上一个点儿，
点上一个点儿，不需要你去刻画过多，因为这个画本来它画的原作跟我们画的这个尺寸差不多，对不对？本来他那个画的都不是特别的这个明显，所以你也不需要去画特别多啊。好，眼睛眉毛下方一点点，是吧？也就这个眼睛画到该怎么说？来推进点看。好，看到了吧？好，这是面部这一块，我们稍微的慢一点点啊。然后呢，这个人他年龄比较大，现在我们看起来他比较年轻，是吧？我们现在看起来他可能比较年轻，其实他年纪比较大的。怎么体现让他年龄大的？来，胡须一夹，鼻子下面全是胡须，这岁数立马就大了20岁，是吧？好，把这个胡须一夹。在两侧的胡须也可以稍微长一点点，就是嘴巴两侧八字胡，好，下巴嘴巴下嘴唇那儿带点胡子，然后呢，这个下巴带点胡子，像不像财神爷？啊，人物要很细致吗？可以稍微的细致一点点。啊，这是我们画的这个点景的人物，大家伙儿感受如何啦？头有多大？一个手指头的大小。好，我就不多说了，我就直接把这个勾勒完整出来了哈。脖子这块你带不带线条都无所谓，大概在这个眉毛到鼻子这个位置，我们来个 C 型，是不是？把它的耳朵大概带出来。好，你要能看到点细节呢，可以在耳朵里加一点就可以了。好，我们稍微的推远一点点。好，脑袋你要画大了，其他的你都会画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啊，画脑袋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这个胸口啊，或者这个就胸口的这个衣纹嘛，衣纹给它加出来。好，左侧双勾出来，是 Y 字形。好，这个衣袖大概从它耳朵、耳垂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带出来的？啊，如果你需要这块的线条墨色比较重的话，你可以复勾一下。我们画的挺简单的，是吧？咱又不是画人物。它的这个衣袖呢，是这个衣领呢是双勾的，是双勾的。然后肩膀肩膀这根线要注意了哈，肩膀大概也是从这个耳垂这个位置上过来的，是吧？把这个胳膊给它带出来，左边它要对称，左右要对称哦，这样的话画啊看起来它才协调。这个胳膊啊，腋窝子啊，或者手胳膊转折的地方，它会有一些衣纹。它的这个袖子是搭在这个胳膊上，这个不是胳膊，这个是胳膊搭在这个腿儿上面，搭在这个腿儿上面，所以这个袖子它是啊，你看这个人还是有明显的结构的意识的，在胳膊转折、胳膊肘这儿，你看他明显的会突出一点点，还是有解剖结构的意识。
对，你要屏住一点呼吸。如果你的手啊比较抖啊，比较抖的小伙伴，那你就要屏住一点点呼吸了哈，让你这个手啊不能，他是这个人是撅着的，对不对？就是胳膊呢，应该说是，就是他这个握着的嘛，这个蹲着的嘛，所以呢，这个一者在腰部这块全是一者，左侧的一个手臂，给它夹出来。好，从这个袖胯部这儿，好，你看我们还是要兼顾线条的粗细，而且线条的这种繁简的这种节奏。课上曾经画过这个姿态的人是吧？啊，有一些样式呢比较经典。我们一般不画的就是这种坐望远方的这种高士吗？啊，这是右边的这个腿儿这一块儿，啊，左边它这个袖子有个小手压着，对吧？大概带出来就行，不需要过多的去刻画。然后在这个腿儿过来，要把这个膝盖，它不是蹲了一块蹲了一个腿儿吗？盘了一个腿儿。好，这边加个几根线。好，盘坐的这衣褶摊在地上。这是谁的人物？这是谁的画？这是陈少梅，就是我们画的，就是他这个画册里边，他的这个画册里边的这个内容。陈少梅的画集啊，这其实我们已经画过好几次他的这个案例了哈，是吧？画过好几次他的案例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人物的腿啊画完整了。然后把这个像古人的那个裙摆是吧？好，下面是他的那个应该是脚的那个鞋尖儿是吧？鞋尖儿我们呢大概给它带出来。好，是不是大概一个人物形象就出来了？你不需要去画他的手啊，他的手我们也看不清。你看，大概我们就画这么一个姿态在那儿就可以了。是的，是一位人文高士，是吧？正在看云卷云舒，是吧？来，我们稍微退远，退远啊，退远。大概的动态你要让它看起来协调。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它跟环境的这个环境的皴擦或者说岩石的造型呢衔接起来，是不是衔接起来？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比较喜欢画这种点景的人物？好，点景的人物我们也是中国画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内容之一吧。
啊，我们一般画点景人物就喜欢画这种浩渺单一于画山中美景的这种眺望的高士，对吧？这种一般画在画当中的人是吧？那都不是简单的，是吧？不是简单的老王或谁，那必然是吧？一位是思考人生、思考宇宙的一位高士。好，来，我们呢再来往下走，把这个岩石下方的这个斜坡是吧？上下大致能够衔接的起来，可以不画特别多啊，不画特别多。然后我们可以用一点点小的这个线条啊，来把我们的这种地面上的小的草，哎，从上往下加一加。今天我们可能也得耽误一点时间了啊，慢慢悠悠的磨出来的。这个草不用我多说了吧？对，文人雅士。好，在它边角稍微的不要加太重的啊，就在咱们这个人物的后方的留白的地方，是吧？适当的来上一些，方向基本上一致，然后微微的有一些角度的这种穿插就够了，对不对？哎，不要画过多啊，不要画过多。然后再往左边走，再从咱们的这个他的屁股不，胳膊左边，胳膊的左边是吧？带出来。我们画的这点景人物，往往有我们说渔樵耕读，是吧？往往呢渔夫，是不是？渔夫从来不是渔夫，是不是？他是我们说画中的一种仙人的存在，他是一种脱离世俗，能够游离于，是吧？能够到达彼岸，能到达桃花源的这么一种人物的形象。好，这是我们左侧人物的这一块的细节。好，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画左边，来画左边啊，左边的这个，它不还有点云吗？我们先把云画完，再去画后面的山啊。后面主要是染出来的。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学课文的时候，大家都学过，对吧？《桃花源记》啊，自从有了这个《桃花源记》以后，大家都知道，文学创作只有渔夫他才有机会呀，他是最接近于桃花源的存在的这么一个媒介。哎，我们给它推进点啊，推进点，大概在这个人物的左侧，我得看到纸张的边缘，来拿出我们的这个。长锋的勾线笔，咦，勾线笔呢？好，来用我们这个一文的勾线笔啊，是吧？也在我们这个小黄车里边，有需要的小伙伴呢，自己可以去选购。我们用这个长锋的勾线笔来勾一点它的云雾，是吧？云烟升腾，是吧？坐望云卷云舒，闲看花开花落，呵呵，这是一种多么惬意、多么舒适、多么自在的一种状态。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哦，点关注不迷路。啊，以后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回放去练习。如果时间确实不太方便的小伙伴啊，咱们现在的回放课程还赠送大家的这个基础技法教程和历代名家临摹，是吧？都是永久的观看权限啊，都是永久的观看权限。好，我们来画这个云雾了。哎，你可以简那个什么概括一点，取舍掉一点。这个云雾大概和我们的这个松针的高矮高度差不多。能看到我纸上的边缘吧？出来油还戴着官帽，呵呵，这，你的要求高了啊！好，来点淡墨，淡墨哈，记住是淡墨，来勾这个云雾。这是勾云法，上节课吧，给大家说了咱们的轰云法。来，我们今天就大家勾云。
后到边角，然后再从右侧走。长线条表现这种云雾的这种流动感，对不对？啊，长线条表现这种云雾的流动感。那么短线条呢？它体现的是这种云雾的层次感。好，是不是把这种云雾的层次是不是微微的带一带？后边呢，让它稍微的衔接到咱们的这个松针里边去，稍微的这个到这个松针里边，让这个挡住一点，多一些前后的层次，是不是？好，记住是淡墨啊，记住是淡墨哦。手要稳一点啊，如果你的手不够稳，你就屏住一点呼吸，屏住一点呼吸，好不好？好，下次我们来带大家一起冥想一番，然后再动手啊。然后先让自己的气息稳定下来啊。然后你要是比如说平常有爱运动的小伙伴是吧？运动完了之后，那手你血热的，你手肯定的都抖，它本身就抖。所以在画这些小的细节的时候啊，我们要尽量让自己平静一些，不要去剧烈的运动。干了这种，比如说你提了重物之后，你那手就本来就充血，充血之后它就动，然后再来，让它衔接到这个松针后方去。临摹传统的要看它是哪个时代，一个是你通过时代，再一个呢通过它的绘画的这个技法的这种表现的感觉，是吧？我们去确定它使用的是熟宣还是生宣，是吧？有一些画儿那很明显它是用生宣画的，有的呢它很明显是用咱们熟宣画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而不是说自己去选择。因为你在临摹别人的作品的时候，你肯定想到是更好的去还原一下，去感受一下人家的行笔的过程，对不对？是不是？长线条的流畅，短线条的这种层次。啊，线条其实也兼顾一定的疏密和前后的这种交叠的关系哈。临城上面的话，反正我是选择用的是熟宣。好，然后再往这一侧，弧度呢没有特别的大。其实我们勾云法是一种最浪漫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是吧？本来云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儿，它偏偏要用一种线条，是吧？来处理视觉的边界，所以又很轻柔，所以呢，我觉得它是最可爱的地方。好，这是我们勾勒的这种云雾，对不对？好，我们呢再来给它处理的是要衔接到它底部的岩石这一块去，对不对？下方这里呢就不用这么去画了，不用这么去画了。
这个是一文，咱们的这个橱窗里边只有一支勾线笔，那就是一文勾线笔。然后小红毛也可以用来勾，只不过画这种长线条啊，长线条用小红毛就不太方便，因为它画小红毛画短线条是吧，比较方便一些。左侧边角是吧？我们好，你在画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说话啊！你要再说话的话，你那个抖动的就更不行了，是吧？尽量就让自己气息平稳一点点。也是画这种云雾是吧？咱们也可以，还可以随意一点。要画这个，比如说人物上的一些结构关键的地方的线条的时候，是吧？我都不敢说话，是吧？说话的话，那个就容易让这个线条啊，就跑偏了，是吧？要气息稳一些。在勾线的时候，为了让咱们自己行笔也更加的稳健，你就尽量少说话。是的，画册，我们的画册以及我们的回放，以及需要的工具清单，都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都有备上啊。趁我们现在还给大家赠送相应的课程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回放课程里边来学习，好吗？回放课程当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地点来灵活的安排，来跟课，以及来这个巩固和学习我们所平常带大家绘制的一个内容，既可以系统的、循序渐进的，是吧？由易到难的去了解我们的中国画，了解我们更传统的人绘画的方式，也可以呢，通过我们上百张的案例的一个练习代练呢，来强化我们的绘画实践的基础。来用咱们的淡墨哈，记住喽，只用一点淡墨，它更多的感觉是用颜色啊，用颜色来染出来的左下角的这个形态。我们染一遍就可以了哈，大约在咱们横着的中心线以下，也就跟咱们左边松针的高度差别不大啊，一定是用淡淡的墨色，淡淡的墨色。好，左上角，还有一个方式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淡墨，你比如说我们先把下方给它打湿了，先把下方给它打湿了，然后我们再来给它染。啊，如果你的这个手宣不是很好，或者你自己对这个染的这个技法不是很熟悉，怕它染的不太均匀，那么你就可以先把需要过渡的地方给它打湿，是吧？然后我们再来染。好，边角。好，比如下方是吧？你要过渡，也要用水笔、清水笔给它过渡出来。然后我们为了衬托，是吧？为了衬托咱们的云雾，会在它的这个云雾的边边角角，是吧？底部给它染一遍，给它染一遍。首选哪里去买啊？回头我再试几款，最近没有试纸，也就没有给大家推荐啊。但是我们有卡纸，好，然后稍微的给它染出来。首选，这个染的方式其实就是为了衬托咱们的云雾的白。衬托云雾的白，
哎呀，水也得大一点啊，大点水呀、不大的话，就容易它就干巴在那儿，就有一个瘪痕啊。这个时候染出来要足够轻柔，是吧？啊，才能够体现云烟的这种浩渺，若有若无的。好，再来一点淡墨，在这个底部，这个都是一种衬托的方式在染哈，衬托的方式，就是为了衬托咱们的云雾。我看不到了，对吧？来，我们推远推远啊，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好，工细一点点这个画。好，然后在这个松树的这个树梢部分，对吧？它又有一颗又有一座小的山峰，是吧？小的山峰。好嘞，然后我们是吧，把这个案例呢稍微的缩小一点，往下拽一拽啊。如果累了的小伙伴是吧，你就可以先干饭，或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异形式啊，然后把这个上方啊边角是吧，也用清水给它过渡一开。一会儿让它截图吧，现在没有画完呢啊。包括咱们这种云层里边是吧，你都还可以自己去添加一点它这个云雾啊，它是用了这个什么？作者他自己用了太白去提亮的，我们就不提了，就不提了，因为画这块太白就要染特别久。我觉得所有颜料盒里边最不好用的颜料就是太白色，就是单独用哈，单独用太白。你比如说你跟那其他颜色衔接来染的话，调和它是挺方便，是吧？直接调就行。单独去用太白是最不好用。正在干饭的吧？生活太规律了啊，这太早了。来底部还要勾一点云雾，勾完咱就可以染色了啊，就可以染色。它染色也要染好多遍，是吧？我们一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带大家至少把大的效果画出来，染了好几遍呢。
好，再来几层。在下方再勾勒几层。我把这点勾了就不勾了啊，大家可以根据这些画的需要，对吧？再往里边呢去添加。奖励一份，肯德基，这叫奖励啊！你不做顿饭。好，然后我们再来下方的就不管了啊，下方的咱就不去，因为它下面要去染，用淡墨确实都是染出来的啊。接下来需要截图的啊，需要截图的小伙伴可以先截一遍。我们底部得把它整体的染一遍，把下边是吧染了就效果会好一些。好，底部从下往上。然后用淡墨是吧？现在把云雾压着都一块染了，你看都一块给它染了。其实作者就是不想让这个底部的这左下角也这么跳跃，他需要用重墨把它压下去，这个画看起来才更加的平整，才更加的协调。因为这个宣纸，你看，好，你看就这么一染，它就已经漏反了，所以这个宣纸呢就没有推荐给大家。我们有那个绢布纹的，是吧？我们用那个绢布纹的这个宣卡，软卡是吧？软卡的。好，用咱们的清水。好，底部的，来，我们推到最远处啊，推到现在就最大的镜头了。好，需要截图的小伙伴啊，需要截图的小伙伴来自己截图，截好了，敲个数字6，好不好？截吧，现在就可以截了。这是墨稿，墨稿的一个效果哈。它这张画其实所有的原石，它都用什么？它都用赭石染了一遍的。其实你们微微的能看得出来，是吧？它是冷色当中透着暖色的，但是我们不敢那样去染了呀。那样去染，你要是没画完，我就不建议大家现在染，你就先别染，好不好？我们可以先拿出赭石色来。这个截不全，因为镜头确实不是特别的大。好，顶部啊，截好了，敲个数字666。好，用淡淡的赭石色。我们下午呢不直播哈，下午不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回放呢去慢慢的去练习，好不好？啊，我们用淡淡的赭石，可以加一丢丢淡墨啊，非常浅、非常透的这个颜色。我们把这个树干给它染出来
好吧？先把树干用淡淡的赭石色染出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岩石给它把这个树干呢给它染完整，不能让它过来。这只猫啊，非常的调皮。这上午不是有人说卡吗？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它把这个线又咬了？来，我们把这一块再加一加。好，把咱们的树干都给它染一遍哈。慢是慢点儿，但是还是要画细致了。不要一遍给它染的特别重啊！记住了，颜色你可以多来一遍去染都行。手绢上面呢，你去染色，有的时候弄得容易弄脏，或弄的效果特别难看。好，把咱们的树干是吧，给它染出来。你知道为什么这张画我们画的是高士吗？一个是它的主题告诉了你，再一个就是咱们一般高士都在什么位置下？一般都在松阴之下。松树在古代大家都清楚，有非常突出的一种人文的意象，一种比较有生命力的一种象征。松树、柏树，往往我们说也象征着基业的这种长青，而且也是一种松鹤的一种长寿的象征，对不对？好，把咱们的这种树梢部分树枝也给它带出来。过笼子里了吗？是的，是的，它必须得进笼子。它咬线呢，它咬，我都已经找人家来弄了几次网了，这个它咬断了好几次，咬断了好多好多的线。好，山顶咱们都截过图了，对吧？都截过图了，树干都给染出来。揍它！是的呀，音响线没咬断，手机线咬断，网线都人家咬断了3次了。对，所以现在都不让它过来了。好，树干，树的根部是不是也用这个颜色染出来？一般的，我们的树根一般会留白，会选择留白，但是它都染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带上。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小的树枝，这个小树的树干。多买些玩具是吧？好嘞，好，我们稍微的加一点点淡墨，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哈，淡淡的赭石是吧？淡淡的赭石，我们还要加点淡墨，然后我们来染哪儿？大家应该能猜到，左下角的岩石，对不对？左下角的岩石。现在我们染的平整一些。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哦。
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你都可以收到自动的提醒，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可以提前一天获取我们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你可以更好的准备好工具材料，跟着我们一起来直播的时候一起画一画，好不好？当然屏幕的下方1号链接有我们课程的回放，包括我们赠送的基础的技法教程都在里边，有需要的小伙伴呢都可以去选择永久的观看权限，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是吧？还有系统的基础技法教程，给大家讲解绘画的步骤、勾皴、擦、点、染，包括你用笔是吧？怎么拿笔，还有调和墨色，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到。好，这个岩石，不管你用淡墨，一般我们染之前哈，你看这种岩石，我们都用淡墨，其实染了一遍的，我就知道课中的时间呢，我们会打紧，所以呢，先用淡墨染了一遍。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现在你先把一些细节处理好了，课后再去染，是吧？但是你要看一遍我们的绘画的一个过程。中国画讲究水类复彩，对不对？来，用赭石，是吧？大概把这一块染出来了。下方的这个小斜坡，小的斜坡是吧？我们给它染出来。食堂开门了是吧？请顺着网线带一点过来啊，顺着网线投喂一点。好，像这个远山的底部远山的底部，我们可以用赭石。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纸张它漏繁很厉害，很厉害。漏繁的地方就跟那个生宣一样，所以在买手宣的时候，如果尤其画那种大画，大家伙尽量一定要使用比较好一点的手宣，至少3-5块一张的吧。买手宣不要买一刀一刀的买，顶多10张10张的买，记住了哈。还有很多小伙伴现在买的手宣买一刀用都用不完，你得用到何年何月去。好，手宣放久了它就变成半生熟了，知道了吧？所以每次买手宣的时候，你就一般店铺卖给你也是10张10张卖的，是吧？买一刀的话用不完都坏了，是吧？当初我刚开始去买纸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也曾经买过一刀，我买的第一刀纸就是手宣。好，在这个底部的地方，所以我们再来刚刚用墨色染的地方，用赭石色走一遍。好，远山用淡墨染了一遍之后，后面肯定还要再加颜色去染。好，现在我们可以拿出咱们这个，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干净的碟子。我们在颜料盘拿出我们的新的颜料，我们可以把这个石绿还有石青的这种颜色，还有花青的颜色先拿出来，其他的先不说，好吧？我们先用这个石青，是吧？石青的这个颜色来染哪儿？好，可以稍微的多一点。其实用石青染的这个底部，我们都可以用花青，是吧？给它打个底。但是打完底呢，它又干不了。我们可以先用
花青，先用花青给它调和一下这个颜色。啊，你要没画完就不要着急染啊。我今天可能会慢点儿啊，你着急吃饭是吧？干其他的，你先灵活的安排好不好？啊，不建议大家现在这会儿跟着我一起染，用花青加咱们的这个石青，这个石青的颜色是吧？调和一下，调和一下。原作他在画的时候，所有的岩石是吧？他都用赭石染了一遍的，我们呢就没有染，是吧？就没有染。它所以有一点点，你看似冷，对吧？它里边有一种暖色在下方。好，花青加一点点咱们的石青来调和，来染咱们的这个地面最下方这个斜坡，一定是要把这个颜色调和的均匀，水融到里边去了哈。是的，整个画面它用赭石色打了底的，用赭石色打了底的。因为赭石打完底之后，它再加上咱们的这个石青，加上石青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有点看起来就会发绿，是不是？它就有点像石绿的一个效果一样。我们一会儿可以直接用石绿效果给它染一点出来，因为这都是颜色调和之后形成的这种效果。好，上方的重一点，颜色重点，下方是吧？我们要用点清水，给它擦染的过渡的自然一些。擦染过渡一些。哦，这是玛丽的24色呀，因为这个颜色它比较本来是矿物质颜色，膏体它本来就相对细腻一些，所以它呈现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清透，没有什么杂质，是吧？比较细腻。哎呦，颜料出来了。怎么上课？已购课程，现在可以在抖音首页搜索抖音课堂，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课程了，是吧？很方便。你也可以下载学浪 APP 来观看，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好吧？好，我们用一点点花青，不，用点那个石青啊，石绿啊，用点石绿的这个颜色，然后加点点赭石来调和，然后我们来染这个浅滩啊，染这个浅滩，好不好？颜色一定是要调和的自然了啊。其实是作者不止染了一遍啊，我们只是把染的过程要给大家示范出来。好，再来，古人用的都是手绢，懂了吧？而不是手宣。好，颜色薄呢，它看起来可能颜色纯度太高，对吧？那么你可以多加一点点赭石，多加点赭石色，让这个颜色的纯度看起来更低一些。多染两遍，多染两遍，它的效果会更加的，醇厚一点点。好，
是吧？把咱们叶片给它留出来。是的，咱们已购课、已购回放的小伙伴，以后在抖音上就可以直接看课了啊，直接就可以看课。你可以在抖音的首页上方搜索，是吧？抖音课堂，抖音课堂，然后你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课程了。那如果你下载的是学浪 APP 的话，你就在上面都可以单独的看，都可以。啊，你已经下载过学浪 APP 的是吧？你也可以在抖音上以后都可以直接看，都可以直接看。好，然后前方的这种岩石上方，对吧？啊，趁它没有干，我们呢来一点点石绿的颜色，加了赭石的石绿，对不对？好，这样的话颜色呢，它会更加的统一、和谐一点。好嘞，好，把叶片给染出来。颜色的纯度太高，或者说颜色呢太花，是吧？画面它都不容易和谐。看现在我们这样一染完，这画儿它就会更加统一了。啊，树叶的缝隙的位置。好，用我们的这种石绿，加上我们的赭石色。好，现在已经埋课了，对吧？啊，一会儿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啊，如果说不太知道怎么操作的小伙伴，我会给大家再示范一遍，示范一遍。也如果不会操作，也不用着急哈。你购买之后，这个永久都属于你了，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对吧？没有权限的限制啊。好，当然我们现在最近几天，我们还赠送大家这个基础的技法教程系统的和历代名家临摹，如果要需要的话，那我们现在下手呢是最合适的，最合适的，好不好？平均下来每一节课1块钱，1块多钱，对吧？那不挺方便的吗？你在线下学，那一节课就可能是都超过了，一节课都超过了。好，那么高适呢，它是我们用这个赭石色，是吧？整个人物，我们用一个干净的笔，用一支干净的笔哈，把整个人物都用赭石色染出来，淡淡的赭石。现在不染，那就显得这个画不完整，对吧？啊，整个面部。当然，这个衣服上、帽子上，它会染了一些墨色之类的，这个呢，我们可以后面再来叠加。心事重重的样子，高适他不得多思考一下人生，多思考一下什么宇宙，都要思考思考。
赠课你不用去哪儿找，你拉到最后，我们的基础技法才更新，刚开始更新不多，然后历代名家临摹还没有开始，我们会在年后开始临摹吧，争取我们尽快把那个基础技法先给它更新完。好，我们用这个叶子这块先留一留啊，等它干一干，因为旁边这些都没有干，是吧？我们先来画染这个上方。染这个上方啊，在这个画面的上方啊，我们要会用到一些赭石色啊，淡淡的赭石。来，我们呢把这个赭石染在哪儿？是吧？岩石的偏底部，一点不染，这个画它看起来有点太单薄，用干一点的赭石色扫一遍。扫一遍，然后接下来是吧，在这个山顶的树叶里边，我们也要来加点赭石。好，把咱们的那个树干是吧，给它染出来。好嘞，然后依然使用我们刚刚用到的这个花青加的这个石绿的石青的这个颜色，是吧？花青加石青的颜色，从上往下。好，把山头是吧？但这个颜色我们现在染的都薄，染的都还比较薄。好，欢迎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哈。点关注之后，在头像的旁边，点关注之后，在头像的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小星星，对吧？点亮它，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好，顶部是吧？它本来颜色比较重，我们呢可以用比较偏头青不偏石青，的颜色呢，给它把边缘再染一染，就是顶部这一块儿。染的时候要稍微的慢一点啊，这个时候只能是趁它没有干，咱们也得染了，不然这个怎么办？是吧？不然也看不全了。啊，叶片里边咱也要用上这个石青的颜色。
不知道怎么看课的小伙伴就等一等哈，一会儿我给大家示范，怎么看。你可以下载学习的学浪花浪学浪学生版本的APP，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首页搜索学浪课堂，是吧？直接搜索学浪课堂，在我的课程里边，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课程了，是吧？非常的便捷。首页啊，抖音的首页搜索。这是轻率还是潜降？还是属于潜降？你可以说大点儿，属于小轻率。当然画的呢，它不是没有轻率的法度严谨，是吧？它原作在画的时候，染的呢都比较简单啊，染的比较简单。不要太累，这个还好，这个不算太累啊，这个不算太累。小伙伴们要是累了的话，可以休息休息啊。然后我呢，再来把咱们的这一侧的树叶，不是树叶了，岩石，我得把它染完整一点儿。在这个松针的后方的位置，不要染出来。极速版，这是抖音吗？这个这个问题倒问到我了，你可以试一试，我们说的是抖音的普通版本哈，也不是火山版，记住了哈。之前有小伙伴用火山版购买了之后看不了课，对吧？啊，一定是普通的抖音。我们说的就是正常的这个抖音。好，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叶片，是吧？这松针的叶片，哎，也给它染上一点点。那么边缘的位置上，那你就要用水笔给它过渡自然了哈。边缘的位置啊，大面积的地方那都好染，直接铺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点水笔，稍微把边缘给它染出去哈。怎么加粉丝群？点了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之后，点亮黄色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粉丝群了啊！一个灯牌好像是1毛钱，不需要那么多。好，我们再，哎呀，这个湿了，这咱就得慢点啊。这个宣纸呢，最怕就是什么？最脆弱的时候就是湿润的情况下啊，不要使劲蹬，使劲蹬就容易坏了。好，再来。啊，大家辛苦点是吧？看累了，看累了呢没有关系啊，就先歇一歇，或者通过咱们的回放，慢慢的去练，画一些稍微大一点的画呢，我们就会慢一些。你现在如果实在累了，你就先不用画，你先看，好吧？染色的方式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中国画的染色讲究水类辅材嘛，同类的物体啊。
使用相似的颜色。好，把整个岩石是吧，都用这种颜色给它带出来。好，左边这个山峰是吧？左边这个山峰，我们要用点这种石绿，石青。它没有干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甚至于撞色，是吧？没有干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撞色的体现。它这个上方有一点撞色的感觉，我们来一点点，我们来一点点石绿，对吧？来一点石绿在这个上方。一般我们普通的染色是在没有干的时候，不要相互的叠加颜色，容易弄脏，对吧？那这个水呢足够大。稍微的再用水笔是吧，往下给它过渡过渡。这是山点，上方它还要点一些点，那点先不点，我们先把这个松针的这一块先把松针这一块给它染出来。松针染出来之后，这下面的叶片了，染色之后完全不同了。干了之后效果会更加贴近原作的。因为就这样的简单的染呢，它颜色呢可能有点泛，看起来可能哎呀还不够那么的沉静，是吧？那么的雅致。好，来，我们往下面来染这个叶片儿。下面不是还有一片片叶片吗？干的也差不多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在染这个叶片的时候，主要用到的是咱们的石绿，可以用一点点咱们的藤黄，是不是？然后再加点花青，是吧？藤黄，用了一点点藤黄，然后加一点点花青的这个颜色，对不对？藤黄加花青，然后你甚至于可以加点石绿的颜色在里边，颜色厚一些。藤黄加花青，然后再加点赭石。对，这颜色一下子就暗下去了，再加点花青，它就更贴近于我们案例当中它所染的这种叶片的效果，对吧？好，它的这个纯度是很低的，但是呢，它又非常的厚。我们把这个叶片是吧，给它染出来，留白的地方都要染掉。好，左边。
这个留白也很好看，是吧？那就相比原作来看的话，那这个留白就显得没有画完，是不是？啊，如果你觉得留白好看，可以留出来。但一般来讲啊，这种夹页，这种夹页，它专门就是用来染色的啊，就是用来染色的。啊，我们往上蹬一蹬。这块颜色一染，它就有这个有浓有淡的层次了，画面它会显得更加的完整一点。好，你在染色的时候可以慢一些啊，可以慢一些。内部大面积的染的时候，你就直接平铺，边缘是我们细致的地方，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笔到位呢，你就自己慢一点，是不是？啊，你都想着全是很快的笔触给它染完，不容易啊。是的，陈少梅的画册在我们小黄车里的第2号链接，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呢去选购一本。以后它是分为上下2册，因为我们会在直播里边呢会经常画到这个画册上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在回放的里边呢画了有个5、6张了吧，应该有个5、6张了。好，竹叶的也是，给我乐一下。饿了对吧？吃点大白兔垫一垫也可以的啊，暖暖的，真开心。啊，吃点大白兔，补充点能量。其实我呢是早餐吃的是比较晚，早餐吃完咱就开播。好，这一侧再来。是叶片一加，这个画儿就完整很多了，完整很多了。所以刚开始看呢，感觉，哎呀，效果还没有。你要等它干了，我们再多染个几遍，是吧？它的效果就会更棒。下次我们带大家专门来画一个青绿的山水，好吧？下次我们画一个青绿的山水。啊，叶片给它染出来。这个竹叶，是吧？这个竹叶我们也给它稍微的染，用这个颜色厚重起来。是的，马上就画完了，稍安勿躁哦。累了饿了，可以灵活的安排，可以灵活的安排。当然有回放呢，小伙伴呢就可以更方便了，你就可以便于行事，什么时候想看是吧？什么时候就可以随时的打开。我们的回放永久的权限，永久的权限，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影响，哪里不会点哪里。想看哪里点哪里就行。这是我们画面的底部。那在我们还可以继续用点这个颜色，把我们点的这个点呢，点了这么多墨点，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用这个颜色稍微的给它处理一下。这样的话颜色呢它会更厚重一点点。
就在点的里边啊染就可以了。染完之后，我们再用清水是吧？可以稍微的擦一下，推远推远。好，来点清水，来点清水，把咱们的这个边边角角用淡墨淡淡的清水过渡一下，这样画就会舒服一点。好，当然这个里边可以多加点石绿的颜色，然后再多加点石绿的颜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它亮的地方啊，咱们这个地面，对吧？就在刚刚这个颜色基础之上，多加点水，然后多加一点点石绿，对吧？还可以再给它衔接一遍那个地面，地面的颜色纯度太高，看起来不够统一，是吧？你看我们这样去染一遍，它画高度重复使用同一种颜色呢，画面会更加的这种协调。好，当然我们如果画山水的话，哈，画山水的话，用的这个熟宣不要用那种禅意，是吧？薄的像那个是那种知了的那个翅膀一样，对吧？那就很容易出问题，很容易出问题。上次带来的注脚有点不正经，是吧？助教老师本来就是来娱乐一下，娱乐一下。好了，这就是我们大致染出来的一个画面的效果啊。需要截图的小伙伴可以截一下啊。现在这是底部的部分，底部的部分。好，底部的，再拽一拽。好，可以截图，可以截图。截好了，敲666。好，没有在画画的是吧？只是在看的，还不做广播体操，更待何时啊？做广播体操。好，帽子给它染一染，我们来点淡墨，来点淡墨给它染上。啊，染这个接上了，对吧？好，我们往下走一走，帽子用淡墨啊。好，用淡墨啊，放大一点，放大一点点。好，下次我们快点，不耽误大家吃饭，好吧？今天是耽误的久了点儿。好，截好了，对不对？截好了，敲1。好，接下来我们呢，再让大家在中间截，中间再截一下，再截一下。截好了，敲1。在这个100边缘，我们还要染这块，现在都打湿了。推远，推远。好，现在中间部分再截吧。截好了，敲5，敲5。中间部分截好了，敲5。这个点，这个左侧的山峰哈，左下角这个云雾的山峰上还要点一些有颜色的点啊，有颜色的点。好，再来山顶，山顶部分。偶尔咱们拖个堂不很正常吗？啊，累了呢就确实累了呢，灵活安排啊，累了灵活安排。
咱不能饿着肚皮来听直播，可以来个大白兔，来个大白兔，补充点能量。好，这是顶部，瞧截好了啊，又来个666吧啊，鼓励鼓励大家伙儿。好，666啊，这就是咱们今天带大家这2节课啊，所花了2节课的时间，大家画完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干饭啦，做一个吃一个美美的午餐，好好的休息一下，做一个美美的白日梦。我们明天再见，拜拜。